过去16年里，我见过太多人辛苦研究技术指标、追热点、看消息，却依旧跑不赢大盘。大盘上涨，自己的股票只涨1点；大盘震荡，自己的股票开始下跌；大盘下跌，自己的股票却跌得最狠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不是因为不会买，而是因为从一开始就选错了股票。弱势股再好的买点也很难赚大钱，强势股即使买的不够完美，也往往能给你丰厚回报。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强势股？散户又该如何在成千上万只股票中找到它们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将把自己16年实战总结出来的选强势股核心方法完整分享给你，尤其是后面讲到的强势股筛选公式，很多朋友仅靠这一套逻辑就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选股思路，建议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如果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让更多人少走几年弯路。我们先来说说强势股到底有哪些特征。第一，强势股必须走独立行情，它受到大盘影响较小，并且长期表现强于大盘。真正的龙头从来不是跟着指数走，而是在市场犹豫的时候率先上涨，在市场恐慌的时候率先止跌企稳。第二，阳线明显多于阴线，成交量整体保持相对稳定，这说明市场资金持续认可它，筹码不断向更坚定的投资者手中集中。第三，经常出现大阳线或者连续上涨，这意味着主力资金愿意主动推升股价，而不是被动防守。第四，回调次数少，回调幅度浅，并且回调过程中成交量快速萎缩，因为真正的强势股往往不愿意给市场太多低价买入的机会，通常只有在涨幅过大、乖离率过高的时候才会出现较大的调整。接下来这一步非常关键，如果前面只是帮助你认识到强势股，那么下面这个公式才是真正帮你找到强势股的核心，请务必记住：第一，趋势向上，多头排列 ，MA20 大于 MA60 大于 MA200，这代表中期、长期资金成本全部向上，趋势是所有交易的基础。第二，出现大阳异动，单日涨幅大于7%，因为没有资金推动就不会有突破，大阳线往往是资金态度最直接的表达。第三，收盘价创出20日新高，新高本身就是强势最直接的证明，因为只有足够强的买盘才能推动价格突破过去20天所有套牢盘。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一定要和大盘进行比较。如果个股能够先于大盘创新高，或者先于大盘完成筑底，那么这只股票就是市场中的强者。记住一句话：市场下跌时跌得少，市场上涨时涨得多，这样的股票才值得重点关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按照这套方法筛选出来的很多强势股，应该如何进行进一步的精选？我通常会再看3个条件。第一，有热门赛道和热门题材，越接近当前市场核心焦点越好。例如过去几年持续推动市场上涨的 AR 浪潮、AI、基础设施、算力、数据中心等方向，资金永远追逐未来，有故事、有空间、有想象力的行业更容易诞生大牛股。第二，具备良好的成长性和业绩，题材决定高度，业绩决定持续性，没有业绩支撑的上涨往往只是昙花一现。第三，流通盘不宜过大，筹码结构越集中，资金推动股价上涨的效率通常越高。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说明，以285A 凯霞为例，它是日本市场波动最活跃的股票之一，但它并不仅仅是一家传统半导体公司，在 AI 时代，数据存储已经成为核心基础设施，而凯霞正处于这一轮 AI 超级周期的核心受益位者。2025年，公司营收达到1.7万亿日元，同比增长58.5%，营业利润达到了4517亿日元，实现大幅扭亏。最新财报显示，单季度营收达到了5436亿日元，创历史新高，利润也远超市场预期。公司预计2026年营业利润将达到7095亿至7995亿日元，这就是典型的景气周期与产业趋势共振。再看技术面，我们把时间锁定在2026年4月8日当天，股价跳空高开，大涨18.6%，不仅创出阶段新高，而且 MA20 大于 MA60 大于 MA200，多头排列非常明显。更重要的是，日经225指数的这波调整是低点在不断降低，而凯霞的调整低点却在不断抬高。与此同时，凯霞已经率先创出新高，
而日经225指数却没有创出新高，这就是典型的相对强势，也是职业交易员最喜欢寻找的机会。次日果断入场后，49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超过366%。最后总结一下，选强势股本质上是在寻找资金最认可的方向，赛道决定空间，业绩决定价值，趋势决定方向，突破决定时机。你在交易这么多年里，错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强势股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另外，我也非常欢迎你扫描视频右上角的 LINE 二维码，我在 LINE 上建立了一个学习社区，在社区里你可以直接问出你自己的问题或者你的股票，我会1对1的解答回复。我是强哥，16年职业交易员，带你看懂市场，做对交易。关注我，下期见。